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中文。好，最近的一件大事哦，就是笨叔的老妈带着她的闺蜜要来找笨叔了。那好开心 ，so happy 啊！你的脸好开心哦，哭丧的脸，然后说好开心。因为我也是给我放个假，我觉得最近累疯了。对啊，因为我这不是要出门了嘛，所以就是我就把时间表都打开，因为我出门这一个月我赚不到钱，所以那我就这个出去玩之前尽可能疯狂的赚钱是吗？我也没想疯狂的赚钱，我就是把能开的时间都开了，包括周末可能我会关一定的时间休息，但是因为我马上出去一个月，所以我就连周末也都开了。我问一下，你一天几节课？哎，就是过去的这几天，我一天有8小时、9小时，有时候那个最少7个小时，就有时候4、5节课连在一起，就中间1分钟休息的时间也没有，所以我要很精准的卡在那个下课的时间，然后这样我可以，因为我知道下一个学生已经在教室里等了，对啊，我就要想办法怎么样把那个切断的跟前一个那个学生切断，就提前要准备好，在那一分钟就切断，跳到下一节课啊！我现在我觉得我是时间管理大师，确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有点困难的，因为我的课没有那么密集，所以我跟学生聊，有时候都聊超过时间。我就怕这个，因为有的学生如果他聊得很开心，他就开始自己这个输出很多。对，但是我那个课是有一个整体的结构的，所以如果他输出，那我会让他聊，但是我后面的节奏就要赶，就要把我要讲完的东西讲完因为我最后每一节课有一个输出的任务，如果我前面铺垫那么多，他不做那个任务，那这节课就是感觉老师在干嘛？但是做到最后那个任务，他就会明白啊，前面都是为了我做这个任务做铺垫，就这样啊。所以好洋气，好有系统性啊！所以学生在分享的时候，我也很开心的听他分享，但我心里很急，就是我说你这故事得快一点讲完，不然我讲不完了。我们今天要聊什么？聊上课吗？还没，我要带入哦，那就是笨叔这么辛苦的这么密集的这个工作形态哦，这个妈妈终于来了。那就要开始去旅游了，对不对？终于可以放松了。对。那我们今天可能要聊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3位大叔去旅游的时候，或者出游，不一定是出远门，跟家人出去玩，跟朋友出去玩都算啊。我们的形态是怎么样？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啊？因为这个，我觉得人有很多种嘛，有的人在旅游的时候就放开自我，他享受每一个当下。有一种人旅游呢，就是手是离不开相机或手机的，他一定要把这趟记录忠实的记录下来到处拍照，也有这样的人所以Ben叔，你先讲一下你常旅游对不对？所以你是怎么样的方式？你的旅游模式是什么？我觉得我不算典型的吧，我觉得我倒是想聊一下我妈妈这个旅行，就是她很代表那个大部分中国人旅游的那个心态，典型的，对，就是她来之前我说你看你路上你要折腾30个小时，你到了之后你想吃什么啊？我给你准备好，就是我给她好几个当地的选项，我在想你从中国过来，你肯定第一顿想吃西餐吧？我说我给你准备那个披萨呀，或者是这面的这个海鲜饭呢，还是就是给他了很多这个西餐选项。我妈说不行，你给我熬点粥，白粥，然后跟我爸一样，买点咸菜，然后那个如果你家里你要能买到泡面呢更好，或者是买那个速冻饺子。第一顿呢？第一顿呢？对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那个
就是在飞机上30分钟，我到了，我肯定想吃一点自己觉得胃更舒服的一些东西。飞机上多久？他从老家到北京那个飞机下飞机之后，要在机场等14个小时，然后再坐飞机过来。那一共需要多久？一共30个小时啊！因为你刚才说30分钟，所以我们很困惑。啊，是吗？啊，那我说错了，30个小时，对，哇，一天就没了啊！但是这不是说只是说第一顿，就是我觉得中国人旅行，我们会觉得我们有这个中国胃，就是说你吃了几顿西餐之后，你必须要吃一顿中餐来这个缓解一下啊，特别是这个西餐，我觉得辣的味道比较少啊。然后像我妈妈爱吃辣，她就觉得那个味道就是虽然有的菜也很重，但还是觉得少一点那个辣的味道。她可能会自己加一点老干妈在里边，或者隔一段时间要吃一点辣的东西啊。能理解。所以这趟旅行中，如果被妈到了欧洲，拿出2瓶老干妈，不要觉得惊讶，这是他吃东西必备的一种调味。而且中国人很多出门都会带方便面吧，我觉得，都会带方便面。像我妈，我问她想吃什么饭店，她也没有太大兴趣，就是说你随便什么都能吃，但是就是你每2-3天要给我安排一顿中餐这样啊。OK， 那Ben叔，那你妈来，她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就是如果她吃的东西都是中式的，然后她对这次的旅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渴望或想要做什么事情，那你觉得她的目的，她来旅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打卡呀，打卡！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就是一个面子问题。面子问题，我来过欧洲哟。对，这是一个重要的，就是第一是面子的问题第二就是还有就是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年比一年老了嘛，他想就是在更加衰老之前拍几套好看的照片。他怕以后就是老了就没法拍更漂亮的照片了啊，能理解。所以现在这个时候是既能拍出好看的照片，然后又可以这个炫耀啊，对，所以而且他拍照片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这个很多中国游客的一个就是旅游的一个观念，对，就是会开美颜啊，开美颜，就是我拿我的手机拍不行，就是特别是女生已经在自己手机的美颜相机已经设定好了，对，因为那个美颜的那个操作界面很复杂的，你的脸要大小啊，你的眼睛的大小啊，你的那个皮肤有没有磨皮啊，那个皱纹有没有磨掉啊，就是我觉得我看了一下那个美颜相机，真的太牛了，就是你可以改你的五官，然后因为他们也不想就是让那个美颜效果太夸张啊，那个美颜需要就是你要来回调，你可要调20个数值才能调到一个这个最适合你的一个美颜的效果啊，所以拍照每次我妈妈就说你等我一下，我把美颜打开啊，就是不能用普通相机，一定要用那个美颜 APP 啊，美颜相机 APP 来照相啊。然后照的话，我肯定要照这个20张、30张啊。有时候照完20张、30张，他还不满意，就是说，再给我拍几张。但你其实那个场景已经拍了20张了，对。所以你的意思是，连你妈妈都要用美颜 app，然后对啊，拍出美美的。因为他总觉得他某一个角度是好看的，他总觉得就是稍微换一个角度会显胖，一定要就是这个他爱的场景
他要动很多，然后就是他还不想每张的那个 pose 姿势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你就要一直抓拍，然后他会很快的溜一遍。OK， 那都显得很胖啊，或者太僵硬了，不自然，就是还要再拍啊，就感觉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旅行的任务。我觉得这个外国的学生、外国朋友们应该很难理解哦。但是我觉得我在台湾没有这样啦。我先声明一下，台湾是没有，真的吗？我们不太喜欢用美颜 app， 不习惯了。女生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夸张，还好。男生是不用的啦。那但是我听到就是大陆的朋友去旅游的时候，美颜 app 一定要弄之外，就是因为他们去旅游，最美的状态搭配最美的风景，他们可以发好友圈，所以我觉得，拍出美美的照片发好友圈，可能就是一个我们要旅游的重点，就是有一点炫耀或者是爱面子的一种表现。这个我觉得，这个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因为你看中国的那个小红书是这个现在大陆最流行的一个 APP， 就大家会分享自己的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特别是对于女生而言，对女生而言，小红书上就特别多的去这个发旅游的那个照片的这些，特别是年轻的女生啊，然后我就看小红书上大家都在抱怨，哇，我在巴塞罗那被抢了。就是我被偷了，然后这个我在巴塞罗那光天化日之下，一个人就是骑车就把我的包给抢走了啊，然后他们都说不要来巴塞罗那，避雷啊，但是我就翻一下，就是活该他们被抢，为什么？怎么说？因为他们穿的都太时髦了，就是你那个戴一个那种很大的特别宽檐的帽子草帽，就是那种草帽，然后连衣裙，手里拿着那种很奢侈品的那种包包，就是一看就是游客，就是我要是贼的话，我也会盯着你，大肥羊。你拍照的时候把包往旁边的那个就是那个椅子上一放，长椅上一放，或者是就是你那个拎着包，然后周围也没有别人，自己对啊，然后一边自拍或者让别人拍，一边就是也不太注意你的那个随身的行李，那人家肯定就把你当成那个肥羊了，对。但是不能怪这些女孩，为什么？因为可能他们在中国太习惯了，就是在中国这样拍。你没有人会抢，没人会抢，很正常啊。那你到外国去就把这样的安全感带过去，那当然是不一样的嘛。对。但是因为他们发这些，就大家都会被这些人的帖子给就是洗脑，会觉得巴塞罗那太乱了，这个抢劫啊、小偷太多了。有，但是我在这生活这么多年，从来没被盯上过。像我就背我的包，我的包里有我的那个。有我的电脑啊、手机啊，什么值钱的东西在里边，从来没有人就是想要过来打开我的包，就是我穿的，就是很普通人，没有就是，对啊。我觉得这个我想起，就是我才来西安那几年，我是08年毕业的，那个时候来西安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这个小偷还挺多的，不管是公交车上还是地铁。我就眼睁睁看到有一个小偷，就是手伸进前面游客那个背包里去拿东西有，我当时还有在公交车上准备去，看到我老婆把我制止了，说这些人的手里都有刀呢，你小心点，不要做这些事情。我就想当时有些外国游客假如来中国，他们被偷了，他们就说中国好危险，这小偷太多了。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个时间都有这种状态。当然了，现在咱们再回到旅游，因为你们说这个，我也特别有感慨。我就发现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女生，就我老婆她们之前和全中国的有一些妈妈群，她们有一个妈妈群，就来自全中国的很多妈妈。我们之前面基过好几次，就去重庆啊、武汉啊都去过。然后每一次她们那些妈妈们，我老婆倒是不是很喜欢做这种事情，那些妈妈们每到一个地方，特别是景点的时候，特别喜欢做一件事情，
因为这些景点都有那种景拍，你知道吗？就是专门有个店，里面提供一些什么很漂亮的衣服，他们就花个2-3个小时化妆。化完妆之后在那慢慢的拍，就是那个汉服吗？还是说不止汉服，有些地方可能有这个少数民族的衣服，他们也会这样拍，反正也会有汉服，当然有，比如说你来西安这种什么大唐不夜城呀，很多人就花个2-3个小时化妆然后拍，这是一种。这好像最近兴起的，我看每个旅游景点都有，这叫什么店呢？这个好像什么我旅拍对吧？旅拍可能是叫旅拍吧，可能是。对这个还是一种。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当时我们去青岛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家3口，当时我们走在海边，就是看看大海，然后那个大海的波涛就是涌过来，然后拍到岸边的石头上，哎看一看，然后海鸥飞来飞去，挺漂亮的。这时候就看到很多姑娘穿着白色的衣服，在那慢悠悠的走着，你就会发现不远处有一些专门代拍摄影师，真的就是很高级的那种相机在那拍。就是专门雇了人去给他们拍，然后慢慢的走，拍完之后看一下怎么样，然后继续再拍，就是好像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都花在拍照上面。对他们而言，可能旅游的意义就是在拍照，拍完之后美美的回去发个朋友圈或者发个小红书，完美了。对，就是这个目的就是为了你知道，就是朋友圈就是我们在微信的那个好像就是 Facebook 的那个 post，就是你或者 Instagram 一样啊，就是中国人不用 Ins 和 Facebook，我们用那个微信的朋友圈。很多人照相就是为了凑齐9宫格那9张照片。对，我们叫9宫格啊。但是就是大家觉得你发的话就一定要发9宫格，然后9宫格每一张你打开，就是无论你去那个放大看那个细节，或者是看就是背景，都是完美的。对，就是很多人就是为了凑9宫格去旅游，像小红书这个就是旅拍的趋势已经就是传到巴塞罗那了啊。小红书好多人就是摄影师还有化妆师，就是发在那个小红书上帖子说巴塞罗那旅拍。巴塞罗那跟拍，就是你们给他钱，然后他们就是跟着你半天一天，就是拍照化妆。中国女生最喜欢这种事情，我发现哈，国外可能还好。所以这个兴起了呀，就是这边可能有人是留学生，他们不可以合法打工，但是他们因为这个旅拍就找到了就是赚外快的，赚外快。对，有意思。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自媒体兴起嘛，所以大家这个通过拍摄自己美美的照片，或者是自己旅游的故事，大家可以po到小红书或 Ins 上面，我觉得大家可能或许有几率会成名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自媒体带来的一个风潮。那就是说要先问一下灿叔啊，那灿叔我们要讨论一下你个人旅游的方式是怎么样，然后你会有什么奇怪的表现吗？你是中年人代表啊，这个带孩子的，这个有孩子的代表，对，所以匆匆忙忙的还是游刃有余的？你就是晒娃是吗？主要是也没有晒娃。其实说实话，真的茶叔说个人的旅游，我就没有个人的旅游。首先这点明确说清楚。那肯定我们这种都是家庭出游，而且因为孩子大了，孩子小点还好，孩子小一点他跟着你去很多地方，再大点就是你需要以孩子的这个爱好和兴趣，他想去哪里。比如说去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去了一趟北京，他那个时候特别的迷那个《驯龙高手》，就是那个美国的电影，1、2、3部，就是看了多少遍了，里面的原声音乐都听烂了。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北京的环球影城它有那个表演，所以当时第一个我们选的就是北京的环球影城。第二个就是他那段时间特别喜欢看飞机，就是特别喜欢飞机，所以我们去了北京机场。北京机场的附近有一个停车场，然后就专门在那看那个飞机，就是很低空掠过然后降落，那个真的是很低，这样看可能就是几十米的高，所以是很大的。所以但是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停车场啊，你想想看啊，所以没有任何的这个遮阴的地方，也没有任何的座位，就坐在马路牙子上，
就是撑个伞就在那看了一个下午，就是这是旅游，就是作为配合小孩子的喜好，配合小孩子的兴趣。当然我觉得可能我们过年之后也去了一趟上海，也是因为小孩子的兴趣。第一个就去住了一个机场酒店，刚好他在机场里头，然后能看到飞机能看到停机坪，然后飞机的起降也能看到。当时有很多小孩子都专门住那个酒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一个乐高的乐园是去年上海才开的，所以专门奔到那块去看了个乐高乐园。对于别的什么有些什么景点呀等等，我们是没有机会，因为我们家人确实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烦人多，人一多就特别受不了，所以不是特别喜欢凑热闹。我们去北京的话，也没有去过什么故宫啊、长城啊，都觉得人太多了，算了。上海的话也是觉得人好多的地方都不想去，所以去的话就基本上就是在住的附近，可能我记得还有上一次我们上海去过很多次，因为我老家在浙江嘛，所以再往前年回去之前，在上海还住了一段时间，就是我老婆跟着她的几个闺蜜也在上海汇合了，然后他们去了迪士尼，我儿子特别反感迪士尼。他就觉得迪士尼都是什么公主啊，最没有意思，特别烦公主啊这个东西。就是他不喜欢虚幻或太童话的东西。也没有，他反正对公主这个词语特别反感。哪个女生要说自己是公主，他就特别受不了。他不喜欢有公主病的女生。对对。然后我还和他开玩笑，我说：“那你等你长大以后，你女朋友想要去，那你肯定得陪着，或者你的孩子要去迪士尼，肯定得陪着。他说那样我就不要女朋友，我就不结婚了，就为了不愿意不去这个迪士尼，居然做这种事情。现在还可以嘴硬，长大就不会了。对，所以后来我就陪着他去了一个什么博物馆呢，航空博物馆，然后也反正就做这种事情，然后在上海的街道上，就是也不是那种游客去的地方，去找吃的。反正我是觉得他很喜欢，他很开心。那你都在陪着他呀？就是可能他有一些看飞机那个，你可能也感兴趣，但我觉得跟孩子的话，可能大部分时间你会不会觉得就是陪孩子自己并没有就是享受到，没有觉得特别好玩，只是看孩子在玩，你会不会觉得我好不容易出来旅游，好像我没有玩爽，就是都在想让孩子玩得开心。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首先年纪到这里了，第二个就真的是可能做爸爸了，你其实很多时候不会想着有没有这种心态，你就觉得带孩子出来玩开心就好，也无所谓，因为自己其实也还好。当然比如说因为我们家3个的旅游的这个节奏不是很快，不会那种特种兵一样的，就是有些地方要人太多我们也不去，所以整体而言我是不是很喜欢出去挤的或者到处去看的人，所以能这样出去逛一逛，能带孩子也开心，自己多少也算休息，不是很累，那对我而言就够了。当然我可能因为西方是反过来的，在这边就是爸爸妈妈想去一个地方，也不管孩子就是爱不爱去，就是他们要去就可能就是他们选好目的地了，然后那孩子就跟着吧，那反正孩子也不知道哪儿好玩啊。对，但中国这边家长很多都会考虑孩子想去哪里，但是呢，家长有时候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他不是说完全尊重孩子想去哪就去哪，而是说我认为这些地方对你有好处，比如说去个博物馆呐，去个名胜古迹去学习呀，等等，教育意义有教育意义，很多家长有这种心态，但是很多孩子跟着家长去这些地方，他其实很无聊。然后很多孩子最后变成就抱个手机，情愿在酒店里待着，也不想去这些地方。所以中国家长是有这种心态，愿意陪孩子出去旅游，以孩子为中心。但是很多家长他就是一定要去教育一下孩子，就是说你去学点东西，所以搞得孩子也不是很开心，他们自己也觉得有点无聊。说实话，博物馆像我在这边有时候我爬山或者是爬这面的长城什么的然后我爬到就是很高的地方，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危险，有点陡的地方，我就看好多这个
爸爸妈妈就是背着孩子，他们有一种那么小就背着去，对，有一种包，就是对可能1岁的孩子，然后他们就是好像一个行李一样，我知道挂在他们胸前啊，或者是挂在背后，然后就在那爬，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也不怕这个跌倒啊，对，就是即使有孩子也不会影响他们那个出去玩自己的那个兴趣爱好。我明白你的意思。而中国的父母好像更会考虑孩子多一点，确实。对，我同意，很同意。对，就是其实我们常常听到，就是外国的，比如说有小孩的夫妻，他们会把小孩交给自己的父母或交给保姆照顾一段时间，他们夫妻2个人去享受自己的时光。比如说去吃一个烛光晚餐或是 babysit 那种东西。对，那就是他们其实国外的夫妻也很重视独处，2个夫妻独处的时光。那其实这个在中国其实就比较少，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会有，但是我觉得一般的夫妻就比较不会有这种规划。对啊，你一到周末的时候，你看那个公园里头，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爸爸们你都没有跟灿嫂就是说，哎，今天把孩子扔到没有地方可以扔爸爸妈妈家，没有亲戚家，就是灿叔，你跟灿嫂就是包括瑶瑶小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想过，我们应该夫妻俩要有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吃饭。2人世界有没有这样子想过？但是或者是想过没有成功，或者是压根就没想过。就比如说我的工作性质，我和灿嫂的工作性质，其实这点都可以，因为瑶瑶上学了，我们就2个在家里，其实大部分时间我们在家里，其实还好。就是但是说一到放学或者周末，其实是不可能有自己的时间的。对，我就是过完年之后，那个时候中国上映那个电影叫《镖人》，一个武侠片嘛，我还挺想看的。我是自己一个人去看的，因为他们我以为你说你跟灿嫂在瑶瑶上学的时候，你们俩没，他们主要不喜欢看，他们主要这个不喜欢看，我就自己去看了。所以当然有些活动可以一起去，但是有些也可以自己一个人去，但是没有跟灿嫂就是2个人一起做的一些浪漫的烛光晚餐啦，或者是去河边看风景。看什么玩意儿？就是不是只在家里做家里的事情，就是也是去没有人想到要做，我是出去，就是就算你出去，比如说去逛个哪个地方，你要掐时间回来啊。对，你没办法，就是说可能真的做了父母就习惯性的要想很多事情以孩子为中心，旅游也是这个样子，确实是，没办法，所以真的是，但是你也没有去刻意的想去说啊，我得安排一个，就是很自然的，它就是对，我觉得很自然，就是到这个阶段，你就会觉得我应该做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因为你们2个没有结婚，没有生孩子，可能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一旦你到成为这个角色之后，你就会不自觉就会这样去想，你觉得应该这样去做。我还是会摆脱这个孩子几天，就是1个月可能摆脱1-2天，不会说。所以Ben叔以后结婚之后，他就会把小孩丢在一边，不是丢在一边，但是可能1天吧，我不能就是跟这个孩子365天天天都在一起啊。这个东西很难说，真的很难说，就是因为今天刚好瑶瑶的生日。然后呢，我就把他就是从小到大的一些我老婆拍的一些视频，我就每一年找了一个视频出来，就发现他从小到大的这个变化。你会发现小时候，因为孩子是这样，他非常的依赖你，然后非常黏着你，他也很小，你需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去陪着他。因为人是这样的，你自己花越多时间在上面的这么一个人或事情，你会越在乎。然后呢，慢慢的，首先生理上它会产生一些什么激素啊什么的，让你本身对这个孩子就会有这种感觉的。然后慢慢的，你的生活会揉得越来越紧。当然，以前我本来也是一个我习惯独处的人，我说实话是一个比较习惯独处的人。但是相处久了之后，你会觉得好像这是很自然的，就是我们一家3口永远是在一起的，去哪都是在一起，很少就是单独行动。所以我觉得已经觉得没有什么就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想怎么样，没有这种感觉。说实话，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应该是和我一样的心态。
没有说自己一定想要一个自己的，因为可能文化不一样吧。我像刚才茶叔说，可能西方的父母他们有这个自己单独一个时间专门出去，孩子让别人照顾一下。甚至这些邻居照顾一下都有，回来就更爱孩子了，不然每天看着孩子烦，然后跟这个享受了一下二人世界，回来了就很开心，对吧？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孩子不能要多你真的会很烦。我是这样想的啊，一个的话还好应付一点。假如这个孩子很多东西好沟通，要是有2个，其实你这个刚差不多了，比如说刚要睡觉了，对，另外一个开始哭了，你就是真的是焦头烂额。那每个孩子的需求不一样，你就真的是疲于应付。这个时候你可能真的想逃一逃，这个是我是觉得差不多。是的，一个可能还好一点。我明白，因为我美国学生一般都告诉我他有3个4个孩子，那真的就想逃了，真的想逃。哎呀，真的是这个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了哦，对，可能就是小孩的多寡，然后包括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很紧张，压力很大那种，那你当然也更想逃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看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哦。好，那就是回到旅游啊，那个老年人代表吗？老年代表。那因为我基本上我去旅游的话，一定是跟我大概年纪相仿的族群，或者比我还老的人一起去旅游。那就是一般约旅游的项目都是我志愿者的朋友约的。那因为这些在台湾哦，喜欢旅游的人反而是老人家居多。台湾的老人很喜欢旅游。大陆也是，就是旅行团就是好多老人最多啊，他们最那个小红帽啊，对这种。其实你在台湾走在路上，你只要经过小学或中学，你就会看到游览车停在学校校门口。那个不是来接学生的，那都是接老人家。接老人的啊，老人家会把这个就是集合地点约在校门口，他们比较好找。然后你就发现哇，就是一群老人家很有秩序的排好队上游览车，你就知道又有一团老人家要出动了。对，那就是其实志愿者年纪比较大的也会约我去玩。我个人茶叔个人是觉得旅游比工作还累，这是我的心态。我觉得旅游比工作累多了。因为我觉得旅游要么就是赶路，要么就是在那边等，要么就是在那边餐厅吃东西，又不是我喜欢吃的。然后跟这些志愿者出去看风景也是看看花看看草，我觉得也不浪漫，也没有情调。然后跟这些志愿者聊天都要聊的，你也不能聊到很内心去嘛，不像我们大叔中文可以聊到内心去。跟他们就是很表面说，哇，你看今天的花多美啊，我们再往下一棵树走过去吧。然后就觉得我在干嘛？然后或者是说啊，你渴不渴？我们要不要去什么什么买个东西喝？这样就觉得这趟旅游很无聊，不然就是在那边摆拍。我觉得就是大陆的大妈可能会把丝巾那个就是扔起来，让风吹一下这样的摆，然后再追啊去接这样，然后说他说台湾也是吗？你帮我拍一下我接丝巾的画面。台湾也是啊。人都是这样的。跟这些老人家出去玩最累了。我通常因为我在志愿者是负责拍照，我的专长啦，负责拍照跟录影的。那到了那种场合，当然我就要负责帮他们拍照，还要拍得美美的。所以你就会看到，就是第一个，就是一个那个大妈，就志愿者大妈就看到一朵花在树上啊，对，就是帮我拍一下，摸一下这个花，对吧？假装，然后你就要给他拍，然后第一个大妈来了，3、5个大妈就凑过来，然后就一直拍，你就花20分钟在拍照。对，然后这个最恐怖了，就是不要让一个大妈找到，然后20个大妈就开开心心的就走掉了，然后我在那边花了20分钟拍照，很累，确实，所以就是我就觉得说旅游感觉不是我在旅游，感觉我是去帮助别人，我是去我去用我的时间让很多人开心，当然我也不会不开心，我也很开心，但是我觉得这一趟下来并没有给我心灵上的充实的感觉。然后一般来讲我去旅游都是他们约了很多次，那我想说不去也不好意思，我才去的。那有几次旅游我是带我爸去，那
老人家旅游的特色就跟刚刚Ben叔说的很像，就是他们在吃的方面是不讲求求新求变的，他们都要吃自己最习惯、最适应的饮食。对对对，稀饭啦，皮蛋啦，或者是什么，对对对，那种就是你平常在家里也吃得到的东西，那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当然要吃点不同的，但是他们都不愿意尝试。所以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已经，我不晓得啦，我的感触，在我这个年纪如果去旅游，我觉得已经失去了这个旅行的意义跟目的了。感觉都是跟着人，然后顺着人的心意，然后走着别人安排的旅程，然后拍着一些可能你想拍美女，你也没办法，镜头只好移到大妈身上，就是那种我觉得就是单纯2个字，就是真的去旅游。我没有什么当然也会觉得这一天很特别，但是不会说特别到让你的心灵很充实，或者是真的很开心。所以我觉得在我现在50岁、40几岁、50岁这个年纪旅游，就真的没有那种激情，就是比如说邂逅某一个就是漂亮的村姑，你要跟一个旅行团，我觉得很难邂逅吧。但是我们这个年纪通常都跟团了啦，很少说一个人。我有时候想说，如果有一个学生真的来台湾说理查老师，我想跟你环岛旅游，然后我就觉得说，人生难得疯狂啊，难得糊涂啊，那咱们就去环岛旅游一番吧。但是我会跟这个学生讲说，先决条件是行程你来安排，因为我是个很懒得规划行程的人，但是我可以陪你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我就觉得会蛮有意思的。对，但是我觉得大家真的如果要旅游，要摆拍，要秀在朋友圈，真的趁还年轻的时候。所以其实我很赞成像灿叔现在说的那个中国的那种现象，就是很多年轻人开始雇一个摄影师花一个早上或一个下午，就是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啦。然后可能他们在当下也很 enjoy。那我觉得这样就够了，真的这样就够了。真的，你不要想说我要就是你觉得旅游是你一个喜欢的模式，然后你想要留下回忆的，我觉得那你就这样做吧。对，这样大家都开心，因为找男朋友、找家人拍的话，他们就一直抱怨。那你雇了一个人，你知道人家是专业的，然后你自己玩的时候就不用总想着，哎呀，在哪个角度好，我就是你把这些旅游的这些事儿都，hello， 就是个小灿叔啊，小灿叔长大了，换衣服，对，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想要用什么方式旅游，就这样做吧。我觉得趁年轻的确，包括我们访问过很多嘉宾嘛，他们也是年轻的老师，他们真的把握自己年轻的时候去旅游，去西藏、去新疆、去哪里，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对，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会对旅游有一个不同的看法，还有受限于体力，你可能就会觉得，或许你更喜欢在家里跟自己相处，做一些比较脑子或心灵上的活动，就比较不会想要出去了，真的是这样。对，真的，好，就这样吧。好，可以了，可以。还要补充吗？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就是说，不晓得各位同学，你在你的年龄层，你的旅游方式是什么？或者在你的国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旅游习惯是我们觉得很惊讶的？如果有，欢迎你留言分享。好，那今天就到这了，我们下一期见，拜拜。拜拜。